震撼發現來了！小行星貝努藏着一種奇怪物質，竟是生命起源的關鍵。你敢相信嗎？一顆直徑不足500米的小行星，竟然藏着太陽系誕生的秘密，甚至可能揭開地球生命起源的終極答案。就在最近 ，NASA 的科學家們在分析 OSIRIS-REx 任務帶回的貝努小行星樣本時，發現了一種從未見過的奇怪物質。它像口香糖一樣柔軟有彈性，卻誕生於45億年前的太陽系早期。這到底是什麼？它又在向我們傳遞着怎樣的宇宙密碼？今天咱們就來深扒這個足以改寫人類認知的重大發現，全程高能反轉。看到最後，你一定會忍不住感嘆宇宙的神奇。首先問大家一個問題，你覺得地球生命是土生土長的，還是天外來客？可能很多人會覺得這是科幻電影裡的情節，但貝努小行星的發現正在讓這個科幻猜想變得越來越真實。先給大家科普一下，這顆傳奇的小行星貝努小行星編號101955，是1999年9月11日由林肯近地小行星研究項目發現的阿波羅型近地小行星。它的平均直徑只有492米，差不多相當於3座埃菲爾鐵塔疊起來的大小，總質量約為7.329乘10的10次方千克，密度僅1.190克每立方厘米，比水還要輕一點。所以科学家們稱它為碎石堆小行星。更神奇的是，這顆小行星的自轉周期只有4.296小時，也就是說，它不到4個半小時就完成一次晝夜交替，而它繞太陽公轉一圈也只需要1.2年，大約每6年就會和地球來一次近距離碰面，最近距離僅48.2萬公里，相當於地月距離的1.2倍。但最讓科學家們着迷的不僅僅是它的軌道特徵，更是它的年齡和成分。根據 NASA 的觀測數據，貝努形成於太陽系誕生後的1000萬年內，距今已有45億年歷史。它最初是由一顆直徑100至200公里的大型母體小行星在劇烈碰撞後，碎片重新聚集形成的，而這顆母體小行星則誕生於火星和木星之間的主小行星帶。由於貝努自形成以來幾乎沒有經歷過融化或重塑，所以它就像一個太陽系活化石，保留着太陽系早期最原始的物質成分。這也是 NASA 不惜耗費10年時間，斥資10億美元開展 OSIRIS-REx 任務的原因。他們要從這顆時間膠囊裡挖掘宇宙誕生的秘密。2023年9月24日 ，OSIRIS-REx 探測器帶着250克的貝努樣本返回地球，這是美國首次從小行星採集樣本，也是人類歷史上第2次成功將小行星樣本帶回地球。當科學家們打開這個來自45億年前的包裹時，所有人都被眼前的發現震驚了。首先，他們在樣本中檢測到了豐富的碳、氮等有機元素，以及氨基酸和碱基、羧酸等構成生命的基礎物質。這些發現已經讓人們興奮不已，因為它們暗示着生命的積木可能在太陽系中廣泛存在。但真正的重磅炸彈是一種從未在太空岩石中發現過的神秘物質。研究人員在分析樣本時發現，有一些半透明的物質附着在冰粒和礦物顆粒表面，呈層狀沉積結構。當他們用儀器對其進行壓力測試時，驚訝地發現，這種物質竟然像軟塑料一樣具有柔韌性，能夠彎曲和產生凹陷，鬆手後還能保持一定的形狀，完全不像傳統認知中堅硬的岩石或塵埃。研究團隊形象地將它稱為太空口香糖或太空塑料。更神奇的是，通過化學分析，科學家們发現這種物質含有與地球上聚氨酯相似的化學基團，但它的分子連接方式更加隨機。不同顆粒之間的元素組成也存在差異，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人工聚合物，而是一種自然形成的結構獨特的有機無機複合物。聽到這裡，你是不是和我一樣好奇，這種太空口香糖是怎麼形成的？它在45億年的漫長歲月裡又是如何保存下來的？根據發表在《自然天文學》上的研究論文，科學家們推測，這種物質形成於太陽系早期，當時貝努的母體小行星剛剛形成，內部溫度逐漸升高，導致小行星中的冰體融化形成液態水，這些水與岩石中的礦物質發生化學反應，再加上星際環境中的有機分子不斷沉積，
最終在礦物顆粒表面形成了這種柔軟的層狀物質。而之所以能保存到現在，是因為貝努小行星的母體在後来的碰撞中解體，這些物質被包裹在碎片內部，避免了太陽輻射和宇宙射線的破壞。之後碎片重新聚集形成貝努，讓這些45億年前的遺跡得以完好保存。可能有朋友會說，不就是一種奇怪的物質嗎？為什麼說它能改寫人類認知？這就不得不提到貝努樣本中的另一個重大發現——核糖和葡萄糖。在發表於《自然地球科學》的研究中，科學家們首次在貝努樣本中檢測到了核糖和葡萄糖，其中葡萄糖是首次在小行星樣本中被發現，而核糖則是 RNA 的關鍵組成部分。大家要知道， RNA 是生命活動的核心分子，不僅能儲存遺傳信息，還能催化化學反應，被認為是地球上最早出現的生命形式的基礎。這就是著名的 RNA 世界假說。而在此之前，科學家們已經在貝努樣本中發現了構成 DNA 和 RNA 的5種碱基以及磷酸鹽，再加上這次發現的核糖，意味着構成 RNA 分子的全部關鍵成分在貝努小行星中都已備齊。這是什麼概念？相當於在45億年前的小行星上已經存在着生命誕生的全套零件。結合之前發現的氨基酸等物質，科學家們推測，在太陽系早期，像貝努這樣的小行星可能遍布着構成生命的基本分子。它們通過撞擊地球的方式，將這些零件帶到了早期地球，為生命的起源提供了物質基礎。而這次發現的太空口香糖很可能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了保護者的角色。它柔軟的結構可以包裹住這些脆弱的有機分子，防止它們在星際穿越和撞擊過程中被破壞。就像一個天然的生命種子膠囊，將生命的希望從宇宙深處帶到了地球。更讓人震驚的是，貝努樣本中還含有大量的超新星塵埃，其含量是此前研究過的任何天體材料的6倍。這些超新星塵埃是太陽系形成之前垂死的恆星爆發時釋放的物質，屬於太陽前顆粒。它們的存在表明，貝努的母體小行星形成於圓形星盤的一片富含恆星塵埃的區域。而這些來自遠古恆星的物質，很可能為有機分子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元素和能量。這意味着，構成地球生命的積木可能不僅來自太陽系內部，甚至可能源自更遙遠的星際空間，是宇宙中恆星演化和物質循環的產物。說到這裡，我必須提醒大家一個重要的信息：貝努小行星還是一顆潛在危險天體。根據維基百科的數據，它在帕勒莫撞擊風險量表上的累積評級排名第2，在2178年至2290年之間撞擊地球的概率約為1750%，其中風險最高的日期是2182年9月24日。雖然這個概率看起來不高，但考慮到它的直徑接近500米，一旦撞擊地球，釋放的能量相當於10億噸 TNT 炸藥，足以造成全球性的生態災難。不過大家也不用過於擔心，因為 OSIRIS-REx 任務不僅是為了採集樣本，也是為了研究近地小行星的軌道特徵和物理性質，為未來的小行星防御提供數據支持。通過對貝努的研究，科學家們可以更準確地預測它的軌道變化，甚至在必要時採取措施改變它的運行方向，保護地球免受撞擊威脅。回到我們今天的主題，這顆既危險又充滿驚喜的小行星到底還藏着多少秘密？除了太空口香糖和生命分子，貝努樣本中還發現了純度極高的鎂鈉磷酸鹽。這種礦物質在地球上非常罕見，且在 OSIRIS-REx 探測器的遙感數据中並未被檢測到。它的發現暗示貝努的母體小行星可能曾經存在過原始海洋，是一個潮濕的世界。而樣本中保留的未被嚴重改造的區域，更是為研究太陽系早期的地質過程和物質演化提供了寶貴線索，讓科學家們能夠更清晰地還原45億年前太陽系的形成過程。現在我們來梳理一下整個邏輯。45億年前，太陽系誕生初期，貝努的母體小行星在富含恆星塵埃的區域形成，內部的冰體融化形成液態水，與礦物質和有機分子反應，生成了太空口香糖等獨特物質。後來母體小行星碰撞解體，
碎片聚集形成貝努，帶着這些原始物質在太陽系中運行了數十億年。期間，它不斷吸收星際物質，積累了豐富的生命分子。而像貝努這樣的小行星，在早期太陽系中可能非常普遍。它們通過撞擊地球，將生命的零件帶到了我們的星球，最終促成了生命的誕生。這一系列發現不僅讓生命源於太空的假說有了堅實的科學依據，也讓我們對宇宙的認知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。聽到這裡，你是不是對宇宙和生命有了全新的認識？其實，人類對宇宙的探索一直充滿了驚喜和意外。從哥白尼提出日心說，到伽利略用望遠鏡觀測星空，再到如今的深空探測，我們一步步揭開宇宙的神秘面紗，發現自己並不是孤立存在的。貝努小行星的發現讓我們意識到，地球生命可能只是宇宙中物質循環和演化的一個縮影，在更遙遠的星系中，或許也存在着類似的生命種子，等待着我們去發現。可能有朋友會問，未來 NASA 還會對貝努樣本進行哪些研究？根據計劃，全球幾十個實驗室將在未來幾年內繼續深入分析這些樣本，探索太空口香糖的具體形成機制、有機分子的來源和演化過程，以及貝努小行星的軌道演化歷史等問題。同時， OSIRIS-REx 探測器在完成樣本採集任務後，已經更名為 OSIRIS-APEX， 繼續前往另一顆小行星阿波菲斯進行探測，預計在2029年抵達，為我們帶來更多關於近地小行星的寶貴數據。在這裡，我想問問大家，你認為地球生命真的來自太空嗎？如果未來發現其他星球上也存在類似的生命分子，你會相信宇宙中還有其他生命嗎？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觀點，和我一起討論。其實，無論答案是什麼，貝努小行星的發現都讓我們明白，人類的探索之路永無止境。每一次對宇宙的深入了解，都是對自身存在意義的重新思考。最後，讓我們再回到那顆神奇的太空口香糖上，它就像45億年前太陽系寫給人類的一封信，記錄着宇宙的誕生和生命的起源。而 NASA 的 OSIRIS-REx 任務就是幫我們打開了這封信的鑰匙。隨着科技的不斷進步，相信在不久的將來，我們還會發現更多宇宙的秘密。或許有一天，我們會在其他星球上找到真正的生命。或許我們會徹底揭開地球生命起源的謎團。但無論如何，保持對宇宙的好奇和敬畏，永遠是人類前進的動力。熟悉我頻道的朋友都知道，我一直專注於制作宇宙主題的優質長影片，而且頻道更新速度很快。有朋友就問了，哪兒來的那麼多素材及靈感？幾乎是每天都在更新。實不相瞞，我一直有在用一款叫 Himalaya 有聲書 APP， 戴個耳機就可以在通勤、走路、運動時候聽聽我喜歡的宇宙主題類內容。這個給我帶了很多靈感，有了靈感，設計主題，然後再搜集、整理、創作，最後展現給大家，對我及頻道幫助非常大。另外，個人感覺還有個特別的妙處，那就是睡覺前必須的聽一段，現在已經是不聽睡不着了，簡直是助眠神器。當然，這麼好的 APP， 我也想分享給訂閱我頻道的朋友，說不定對你有幫助。Himalaya 這個有聲書 APP， 它的優勢就是華語內容很豐富，天文地理、歷史名著什麼都有，而且都是正版授權，製作精良，特別是裡面很多科普科幻的作品，質量十分高。剛好最近我也替支持我頻道的朋友們爭取到了專屬福利，14天 VIP 免費試用，一般用戶只有7天，這是只給訂閱我頻道朋友的特別禮遇。怎麼操作呢？現在只要點擊下方資訊欄的專屬鏈接，就能領取使用名額。你先用14天，如果覺得不合適，卸掉就是不會扣費。如果你覺得還不錯，你就充值繼續用。